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没办法，野猪哥哥，对不对，小伙伴们？我之前看到有小伙伴在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在讨论呢，主副刀的问题，是吧？结果呢，这个讨论主副刀的问题啊，讨论着，我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啊，就变成了两位道长在掐架，是吧？两位道长这个是吧？派系不同，然后掐来掐去的啊。这两位道长，这个咱们这个小地方啊，经不起折腾是吧？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些学问这些东西啊，咱们搞不明白是吧？两位道长消火啊，咱们这个回归主题，本身是在讨论这个主刀和副刀的这个问题。野外啊，到底有没有必要去配一把副刀？我一直在我的视频中，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副刀，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主刀和副刀，我认为的啊，它的这个分工啊，其实是很明确的，一个是粗，一个是细，对不对？我说的是粗活和细活啊，不是那个什么一呢，不那个粗啊细啊什么，是吧？跟那个没关系。这个你看啊，我之前曾经公开说过，我说我要是配主刀和副刀的话，那么我的这个一个是我经常用那个 mini 的小手斧，它是我的主刀。假如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东西，一段木材，我用那个斧子小 mini 的小手斧去啪，是吧？啪的把它给这个什么那什么是吧？修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出来，然后呢，我再用我的莫拉的这个红色经典1号，再进行一个细致的一个雕刻是吧？一个修改，所以说它分工是很明确的。还有就是，临时我们要处理一些木材的时候，然后劈稍微大一点的木材，你只有一把刀的话，那是不够的。毕竟你这把刀很有可能你要拿去做食物的处理，比如说咱们削那个松油含量蛮高的那个松明松子之类的，你把你的唯一的一把刀拿去削了之后，上面有一些松子洗不掉，然后你去切菜。是吧？那可能就导致你可能会吃不下去，但是我吃得下去没有问题，是吧，小伙伴们？所以说呢，我一直是推荐小伙伴们还是配主刀和副刀，但是我不建议主刀和副刀啊相似度太高。有很多小伙伴他不喜欢带那个斧子，那么我们配这个主刀副刀的话，那就真正的两把刀，就不要用斧子了嘛，是吧？因为这个个人喜好不同，可能有些小伙伴觉得斧子太大不方便，那么我们就正儿八经配两把刀，一把最好是一把短的，一把长的，主副刀分明的，功能分明的。那么今天我要给小伙伴去推荐一支啊，作为副刀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支小莫拉。这支小莫拉应该是有很多小伙伴呢，都有，对不对？这个是莫拉的这个冒险家，这个冒险家呢颜色也挺多。据我所知啊，就是咱们这个群里面呢有好几位小伙伴啊，他这个可能是有这种癖好，对不对？收集的这个癖好，不同的颜色，每一种颜色来一支啊，你这个它能召唤神龙吗，小伙伴？啊，我觉得一支就够了啊，主要是吧，手里没有是吧 money， 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一只小小的小莫拉，带刀鞘，它只有我的一个手掌长，也比较的轻便。然后呢，我给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倒挂的这个不是原厂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倒挂的这个组件系统。正常情况下，你看咱们这个刀啊，从上面抽出来，对吧？咱们它这个刀啊，背部也是没有任何挂点的。我在下面配上牛皮绳，然后在反面用一个皮把它给倒扣。倒扣了之后，我就可以把它给戴在我的这个胸前，是吧？我要用的时候，然后抽出刀具，对不对？用完之后，然后再把它给插进去，非常的一个方便。当然，这个等等，发型不能乱，对不对？当然，这个原厂啊，它也是配有这个倒挂的这样的一个套的。当然，它那个倒挂套啊，跟我这个稍微是有点不一样。我这个是我自己去设计和制作的啊。当然，它那个价格也可以买半只刀了，那个是吧？那个价格稍微有点贵。我的这个小莫拉冒险家，为什么说我推荐它呢？第一个，跟莫拉的这个什么现在卖的应该最好的、小伙伴们最熟悉的啊，最广泛的应该是那个大力神是吧？大力神中阶版，像这种版本的。然后那个手柄啊、材质啊都是 TU 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握感、手感呢非常舒服
非常非常的舒服，包括你的虎口把它给握住，然后整个手指把它给握住，非常的舒服，握在手里非常稳。第二个呢是这个刀刃呢，它有2种刃，看到没有？除了莫拉的传统的这个大 V 角的这种削铅木材用的大 V 角的刃口啊，然后还有一个更薄一点的这个刃角。那么它有什么用途呢，小伙伴们？第一个，靠上面这一块的这个比较薄的这个刃口啊，咱们可以用来处理食物、削切、剔肉之类的，非常好用。然后下面这一块，咱们用来劈木材、削木材用，是非常好用的。2种刃口的结合，还有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我不知道在摄影机里面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它的这个莫拉的刀啊，它因为是锻打的嘛，很多刀的它这个刀背啊，很多型号的刀背啊，它并不是平的，没法去刮打火棒。就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在我这里拿了那个红色经典1号回去之后，他说打火棒刮不了，那是因为我自己磨了的。现在你看这个刀啊，它自己出厂就磨的，它有一个锋利的一个棱角，一个锋利棱角就可以用来刮那个打火棒。可以看我的这个套件啊，我的这个倒挂这个套件，我在原厂的基础啊，原厂它就是一个倒挂，在原厂基础上，我额外去做了一个这个小的8毫米的这个打火棒，一个小的迷你的打火棒，扣在这上面非常紧。我现在把打火棒拿下来，你看啊，打火棒拿下来之后啊，我们要去刮打火棒的时候啊，很方便，一只手握住这个刀柄，然后另一只手顶住这个刀刃，然后另外一只手啊捏着这个牛皮绳，拿着咱们这个小打火棒，一拉，是不是火星它就来了？是不是非常方便？双刃啊，处理食物、肉类啊，还有一种是处理木材，还是打火棒这个点火使用。所以呢，它的这个设计啊还是很不错的，双刃设计。那么它的这个副刀它存在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厂啊，其实它的反面两边正面和反面都是没有这个能够挂在腰部的这样的一个外挂的，它就只有底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入口。那么这说明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它就是挂在你的这个胸前的一把这个锦刀，然后你这样挂着，那就说明它的意义很能说明它就是一把副刀的意义，是吧？莫拉既然做出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肯定是有道理的，对不对？那么通过我们平时实际来使用来看呢，就我自己的经验啊，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木材的一个精确的一个削切，那么我的76毫米的这个莫拉来讲的话，还是稍微太长了点，不太好控制。你刃口太长了之后，有一段刃口是悬空，你这边在处理的东西很容易把自己割伤，或者说刀尖太长了之后，你的手抖，是吧？特别有些抽烟的小伙伴手在抖，那就很不稳，不好弄。那刀短是吧？整个一手握住了之后啊，用指头顶住，是吧？咱们可以做一个精削，这样的一个重量又比较集中，刀刃比较短，这样的设计的话，就做一些细活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小伙伴们，是吧？再加上它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设计，当然这个打火棒是我自己去添上去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处理食物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的火炉上烤着有一块肉，我不知道火候怎么样，然后呢，我可以把它抽出来，从胸前抽出来，割一块，尝一下，是吧？不行的话，那么或者可以的话，那么我们加料子，用这个作为你的一个副的小厨刀，是吧？削一些东西，是吧？比如说小伙伴们有的小伙伴最爱的这个黄瓜，是吧？可以削点黄瓜也挺好的嘛，对吧？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当有小伙伴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啊，可能有些小伙伴感觉不到为什么这个副刀这样的一个存在到底有没有多大意义。我说这么多，其实你没有任何感觉。当你真正的去玩这个东西，你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支副刀，当你有一支副刀，然后在你身上的时候，无论是挂的也好，还是背着也好，然后你真正去用上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这个东西还是好用一些，是吧？这个我不是在给小伙伴安利啊，只是说它的一个副刀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我觉得是按经验来看的话，真的是有时候没有的时候你照样能用的好好的，有的时候一定能够方便你，是吧？这主要是这个主刀副刀的问题，莫拉不是重点啊。其实可能这种刀啊非常非常多，不一定要莫拉，很多什么样的都可以，是吧？你家里菜刀你也可以弄一把嘛，是吧？好，小伙伴们，我就不废话太多。主要是2位道长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吧？不要这个，对吧？火气这么大嘛。好，咱们下期再见。